我叫黎问英，贫民窟开局，好不容易摇号进了第一魔法学院，芬姑姨却把我拒之门外。幸好乌鸦老师给了我机会，让我加入了全校最耀眼的奇葩聚集的黑幼院。在这里，我结识了沐风、裴元、秦关玉、于之妖和尉迟全这群患难与共的好友。一路上，我们打败校园恶霸，赢下学院比拼，去美食加工厂冒险，揪出沾染黑魔法的学生。第一学期就这样在热血和激情中结束了。寒假回到那个破败的家，噩梦再次上演，我险些失控毁了一切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知道。我竟是史上最强黑魔法师的转世。我来到天空花园，第一次和黑魔法师正面对抗，粉碎其阴谋。可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。秦关玉的姐姐死而复生，成为黑魔法师，收留我的巫烟老师身负长生诅咒。我的黑魔法天赋也开始对我造成反噬。我决心保护身边的人，和黑魔法势力斗争到底，成为天下无敌的大魔法师。学校居然开了教师评品，这可是几十年来头一遭啊！快点上线打分！严肃提醒，不要选这位的课，他照书念，还拖堂。学弟学妹们避雷这个老师好吗？好的。也没有那么严重吧，除了口齿不清、不改作业、爱骂学生，这位老师还是很好的。温柔大姐姐，爆灯爆灯！很耐心，也很催眠。很好的老师，加剧了我的面瘫。面瘫的老师，面瘫的同学，教室安静的像太平间。带课带奏带一切，留脚印需要滴我。我们老师火辣无双，我们院长国色天香。小樱他们是在给乌鸦老师拉票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们。樊峰那个死女人，最近天天在给自己学院造势，现在让他们项目院占了人气第一，看着就兴奋。哎呀，孔院长何必这么在意这些虚名？我才不稀罕虚名，但野鸡怎么能爬到孔雀头上？罂粟院院长孔玲，学校里脾气最暴、眼光最高，且绝对不能惹的女人。在孔院长眼里，她是孔雀，被他看中的学生是可爱的孔雀仔仔，其他人全是野鸡。至于他和其他院长的关系，和我抢学生，统统都去死！我想要你那一窝学生。你还真不客气啊。反正跟着你的学生下场大多不好，你要是教不了，可以转给我。我看我的这窝学生很有希望破局呢。哼，最好如此。你老了就乖乖去死。谢谢孔院长的祝福，还是和你聊天舒服。死老头，你要恶心谁？为什么第一名不是我们的乌鸦老师？那群没眼光的家伙！就是我们乌鸦老师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，怎么连个排行榜前10都挤不进去？你们冷静点儿，黑幼院本来就低调，除了我们几个，全校估计没多少人认识乌鸦老师，更别提给他投票了。没人认识，那就让他们认识啊！李文音，你又有什么鬼点子？我们要用名人效应，去找我们黑药院最有人气的学生，只要他一出马，乌鸦老师的票数还不得蹭蹭往上涨？你是说？会长大人，黑药院需要你，乌鸦老师需要你。你们是为了教师评比的事来找我的吗？哎呀，会长大人，您可是我们黑药院的门面，是整个学院光芒万丈的星辰。只要您振臂一呼，那票数还不像蚊子一样源源不绝。我试着拦过他们了，根本没多少人知道你是黑药院学生，这是多好的宣传机会啊！只要你跟乌鸦老师拍几张照片，展现你们情谊深厚的师生关系，绝对能眼爆全网。展现我和乌鸦情谊深厚，绝对不可以。抱歉，我最近很忙呢。唉，那好吧，既然会长这么忙，我们也不能强求。是啊，可怜的乌鸦老师只能带着我们这几个歪瓜裂枣去合照了。谁是歪瓜裂枣？你们两个。裴元，你不要拍照吗？也太不够义气了吧！就是裴元，我记住你了。别吵了，我和你们一起拍就是。看看，我就说这招管用吧。乌鸦老师的排名正在逐步上涨呢。确实管用，评论区全在震惊会长居然是黑药院的。等等，先别管排名了，你们快来看，罂粟院的孔院长发全校通告了，要在演讲厅开一堂公共课。我们身为黑药院的学生，跑来听罂粟院院长的课，算不算背叛乌鸦老师啊？知名院长的公开课，我想不出不来的理由。裴元学长说的对，我们要好好学习，多学些知识，总没有坏处。我也很想领略一下孔院长的风采呢。我是罂粟院院长孔玲，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的公共课。孔院长，请问您这次为什么会突然出面开公共课？因为看不惯项目院排第一，顺便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魔气魔法师。孔院长威武，我们罂粟院永远是全校第一。等你们在排名榜升上去了再说。你们都别得意，我们黑药院有会长拉票，第一迟早是我们的。黑药院不过是群上不了台面的野鸡，野鸡就是野鸡，永远变不成孔雀。什么意思？说谁是野鸡呢？好了好了，冷静点。看来各位同学的兴致都很高啊。那么谁能告诉我魔气是什么？魔气就是辅助魔法师施法的工具。太肤浅了，魔气是可以储存和释放强大魔力的武器。太狭隘了。魔力波动异常，进行干预。说，孔院长，我来回答。能为人所用的，
便是气。魔气可以是万事万物，一个手环、一件衣服，甚至是一个人。黑药院的黎问英是吧？你的见解很深刻。既然你对魔趣有如此独特的理解，那就上来做个演示，用魔法陶弩亲自制作一个魔器。真的吗？我这就来。黎问英，尽情发挥你的奇思妙想吧。成功了！你做的是什么魔器？这是能容纳万物的宝瓶，待我演示一番。哼，沐风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问音，你复刻出了萧雨的魔器，这件事已经在外界引起轩然大波了。我只是想捏个葫芦而已，那我最后会被怎么样？老师们还在商讨。我绝不同意给黎问宇判刑。孔院长何出此言？他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复刻了萧雨那个可以吞噬万物的禁器。那葫芦不过是吞噬了一点灯光，有黑魔法吗？沾染过人血吗？如果他有罪，那上课的我岂不是也有很大的责任？孔院长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。萧雨，一提到萧雨，全都怕得跟孙子一样。我看你们倒是比黑魔法师更相信萧雨无法战胜。孔院长慎言！叫什么叫？萧雨都死了几百年，来个稍微像点的魔器，你们就如临大敌，太可笑了。要是他还活着，你们不得跪地求饶？孔灵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又轮得到你叫了？一屋子人，年纪加一起1000把岁了，现在竟然在商量怎么扼杀一个小女孩，要点脸吗？孔院长，你也闭嘴，少在这添乱。唉，这下我真是给大家惹了大麻烦。不必自责，此事非你本意。那你呢？又是怎么想的？我希望所有人最好是心甘情愿的相信你，不然别怪我摁着他的后脑勺给你磕头。倒也不用如此。在最终判决结果下来之前，你必须被关押进地下狱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保护你的。我明白。走吧。你们不是来给我送终的吧？送什么终？你个笨蛋！我们跟会长求了好久才走后门进来看你的。李文音，你在里面别乱说话，我们在外面会想办法的。文音，要不我们劫狱把你带出来吧？我还在呢。小音，不管怎样，黑幽院永远是你的后盾，我们都在等你。哎呀，我可是要成为大魔法师的人，这点小场面算什么？今天是我正式入狱第一天，热烈欢送一下我好吗？别玩他们了，走吧。哦，都别担心我，等我回来。这里就是地下狱啊，我也是和瑞渊做上狱友了。你没有错，和他的待遇可不一样。悠悠，这算以权谋私吗？不算，学生会副会长和部长全票通过了。难不成你们打算把我一辈子养在这儿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倒是不介意把你永远藏在这里，保证谁也找不到你。你这个发言很危险啊！论危险，问音也不遑多让呢。难道你没有过囚禁我的想法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素质高尚的三好学生。不逗你了，你先安心待在这儿，我们已经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要想彻底打破他们对萧雨的恐惧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复刻你的魔器，把奇迹变成常理。哎呀，这新出炉的魔器真是太厉害了！哼，不过一个盗版葫芦，有什么好显摆的？裴元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你这葫芦从哪儿来的？你的葫芦得管我这个叫爸爸。裴元，说好演戏，你怎么占我便宜？我肯陪你演戏就不错了。好你个裴元，看招！说好演戏，他们不会真打起来吧？不会的，学生会的人已经来了。私自复刻禁器，你们两个跟我走一趟吧。太可怕了！短短1天时间，那葫芦就在学院里泛滥成妖了。第一批抓获的都是乌院长的学生，你敢说你不知情？知情又如何？如果各位要拿我的学生杀鸡儆猴，不如先从我开始吧。毕竟我身上可是有萧雨留下的黑魔法。乌院长再怎么胡闹也该有个度。慌什么？这个魔器是我做的。孔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身为院长，竟然也带头制造禁器！禁器？你可知捏造这吞噬魔器的原理有多简单？我只要公布出来，连路边的狗都能做。什么原理？新生魔力，我们习惯了在体内储存魔力，自然也不会发现新魔力的特别之处。一群老东西，还不如一个小女娃敢想敢拼。新生魔力，1分钟以内的新生魔力具有不可思议的作用，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。问音很厉害呢。没有那么夸张吧？感觉我也没做什么。当初编织筋斗云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你习惯全力以赴，做派和一般的魔法师很不一样。冥冥之中，注定是你来揭开这个谜题。那就是说，现在的我会没事了。
孔院长会发表论文，并开第2次公共课公布这个发现。我这些天替你补习追上课程，你怎么不谢我？也谢谢悠悠。小英现在没事就好，等回去我给你们做一顿大餐庆祝。再过一段就是期末考试了，会长那边应该也会很忙。问英有什么不懂的来请教我吧。要不还是把黎问英给我吧，跟着你这个老头子浪费了。这个我们商量过，不行哦。那把他借我10两天，我最近研究新生魔力，每次都要耗空自己的，很不方便。他最近忙着期末考试呢，如果孔院长需要助理的话，我这边倒是有个人可以推荐。我叫秦君竹，乌鸦说你认识我的母亲，你母亲是我手底下最优秀的学生之一，你和她长得很像。他死里逃生，刚刚剔除黑魔力，你好久没带过学生了，就从他的女儿开始吧。这些天关于我第1次公开科上的突发状况，相信各位同学一定有很多疑惑。在解惑之前，我想先请同学们先回答一下罂粟院的与名历史。200年前罂粟肆虐，先辈们制作出魔器罂粟仪，彻底摧毁罂粟花，解救了无数人民。回答得很好。如今生在和平的时代，我们自然应当感到高兴，但同时令我担忧的是，我们墨守成规，不再提出石破天惊的想法，甚至将打破规则的人归为异类。这个异类你们已经见过了，他就叫黎问英。黎问英，这里。我都听说了，你们为了救我，故意在学校里复刻葫芦，还被抓走关了禁闭。谢谢你们。小事一桩，不用客气。你玩那葫芦玩得挺高兴，我可是丢脸丢大发了。辛苦裴元学长啦，太好了！君主姐做了孔院长的助理，期末考试也顺利结束了，没有退步就是好的进步。你们几个暑假有什么打算？上次寒假我家去渊姐家谈生意了，这次暑假他们也要来看看我家畜牧业的发展。那我也要去。那我也去吧。裴元你也要来？不行，正好我养父母暑假带我出去玩，到时经过沐风家，我去看你们。黎问英怎么还没来？黎问英，快点！来了！你怎么还带个小孩啊？这么快就忘记我了吗？黎问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要去。悠悠，你怎么变小了？老毛病又发作了，我不想回家让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。所以你就这样把会长拐来了？他说他不想回家嘛。问题是会长暑假还有个生日宴，魔法部和尉迟家的人都来接他了。你看天上，我就说今天怎么是阴天。盐吃多了，没事派这么多人来接我。要走快点走，再耽搁就走不了了。疯疯的同学们，来，快上来坐。阿姨好。阿姨好。这小孩是谁？长得还怪好看的。他叫黎悠悠，是我的远方表弟。那就一起来我家玩吧，大家多吃点儿，就当在自己家一样。谢谢叔叔阿姨，你们家做的烤猪排太好吃了。喜欢就多吃，我们家别的没有，就是肉管够。职员、裴元，你们也别客气。谢谢叔叔。有劳叔叔阿姨招待了。你们从学校回来，有没有听说一件大事？什么大事？尉迟家那位天才少爷失踪了。听说连飞艇都出动了，在学院门口找了一大圈都没见着人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不幸了。对啊，可能是去哪里玩了吧？你那消息都过时了，最新消息说已经找到了。找到了！看来他们又找人来假扮我了，真是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不八卦了，让孩子们好好吃饭。悠悠，这个小香肠给你吃。谢谢阿姨。问音、志渊，你们俩的房间可是沐风亲自设计的，说要给你们一个惊喜。走，阿姨带你们过去。阿姨费心了，麻烦阿姨了。走吧，兄弟们，今晚咱们3个睡。谁要跟你一起睡？你们家连个客房都没有吗？客房那么多，但我们可是好兄弟们，当然要住一起才热闹啊。床位够吗？够的。等，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床。我小时候缠着爸妈要的太空床，现在长大睡不了，刚好给你。怎么样，帅吗？你想当宇航员？哎呀，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。那我呢？该不会要和你睡上下铺吧？对啊，你不觉得很新鲜吗？和兄弟一起睡上下铺什么的，而且它可不是普通的上下铺哦。你看，床为什么要装轮子？这是我专门设计的遥控床，不准用。没事，我还有备用的，通通不准用。裴元，你太过分了，还给我！我不。志渊姐，你睡着了吗？没有。我到底什么时候给了他我要做人鱼公主的错觉？他在你的精神看界里和你玩过扮演游戏，或许他因此以为你喜欢童话。那照这么说，沐风觉得你应该是个霸气侧漏的女王？应该是吧。虽然很惊吓，但确实是用心了。不知道佑佑和裴元今晚睡得怎么样？
悠悠，你根本不懂如何去爱一个人，我不会答应你的告白。我可以学，你希望我怎么做？告诉我。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是一条美人鱼了。那我去学爱鱼也来不及了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再不回到大海，我就要渴死了。你会让我渴死吗？不会，但我也不要和你分开。你要回大海，我就造个潜艇和你一起去。潜艇造好前，你先待在鱼缸里。即便如此，我们的感情也是见不得光的。我是你见不得人的小三，因为美人鱼是深水区的。年轻的樵夫哟，你钓的是金美人鱼、银美人鱼，还是我这条活蹦乱跳的人鱼？你这条活蹦乱跳的人鱼。太好了，年轻人，你通过了考验。现在我决定把这2座美人鱼雕像都送给你。你是河神？不，我不是河神，我是钢神。钢神怎么做着河神的工作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黄金鱼缸，简称黄冈，这叫黄冈给你出的考题，简称黄冈密卷。佑佑，你昨晚太空舱睡得怎么样？还行，我通过了黄冈密卷的考验。快点快点，马上就到我的秘密基地了，里面可是装了好多游戏机哦。以前放学我不想回家就去那里，还能顺便抓在隔壁游戏厅闹事的混混。厉害哟，狂野 A 市太子爷。快别损我了，在中学里我还能呼风唤雨，一回家就要帮着照看猪牛羊。我妈天天拿着鸡毛掸子催我去赶猪、挤奶放羊。原来你还做这些啊？这种苦可不能我一个人吃，下次带你们去体验一下。我谢谢你。峰哥，你回来了，你也在啊？这是我高中时的朋友傅许，这是我现在的同学黎问英、裴元、于之渊，还有黎佑佑。峰哥，你怎么带女的来基地啊？游戏打得明白吗？你说什么？傅许，别乱说话。行行行，哥，咱俩好久没切磋了，不管他们，咱们先开一把。原来这就是你高中的好朋友，真是大开眼界。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人啊？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拽什么拽？傅许，你干嘛呢？裴元是我兄弟。峰哥，你现在变了啊！去了几天魔法学院，教了几个城里少爷小姐，连多年的哥们儿都不帮了。你这人怎么不讲理？明明是你先挑衅的。臭丫头，这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傅许，你够了，马上给他们道歉。行，我走，不打扰你们这些少爷小姐叙旧。沐风，你怎么会交这种朋友？简直是个没教养的小混混。哼，这种人看你的眼神根本没有尊重，只有索取。其实傅许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他命挺苦的，小时候父母就出车祸去世了，一直寄养在亲戚家。那家亲戚对他非打即骂，他在学校里也总是受人欺负，所以我以前总是罩着他。就算身世可怜，也不是他性格扭曲的理由。我也有责任。高2那年，他在校外跟人起了冲突，不小心把人打成重伤。他半夜跑到我家门口，跪在地上求我救他。你救他？你怎么救？我就去自首了。我说人是我打的。什么？沐风，你是不是傻？我是穆家的少爷，学校和对方看在穆家的面子上，最后只让我家赔了一笔钱，这事儿就算平了。要是傅许去承担，他的人生就全毁了。你可真是个舍己为人的圣父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是在包庇罪犯？沐风，帮人不是这样帮的，你替他承担了后果，他不仅没有学会担责，反而觉得做错事总会有人兜底。我当时没想那么多。从他刚才的态度就能看出来，他把你当成了予取予求的冤大头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看着你被这种白眼狼继续吸血。那怎么办？我要查清楚他现在到底在干什么。我敢打赌，他肯定还背着你干了不少烂事，必须让你认清他的真面目。我赞成。加我一个，顺便治治你这脑子进水的毛病。地下赌场，这就是你那个可怜的兄弟每天来的地方。走吧，进去看看我们这位穆少爷的好兄弟到底在干什么。开，庄赢。怎么可能？再来！你已经没筹码了。我借，先给我拿10万。你欠的账已经超额了，老板说了，不还钱不借。我兄弟是穆家少爷穆风，穆家你们知道吧？半个城市的肉类供应都是他家的，他有的是钱，算他账上。好一个慷他人之慨！峰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傅许，你拿我的名字在外面借高利贷赌。峰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就是想翻本，你再借我一点，我肯定能赢回来还你。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自己烂泥扶不上墙，还想拉着别人一起下地狱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峰哥都没说话。沐风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，嫌弃我的出身了？我替你顶了罪，赔了钱，把你当兄弟，现在还要替你还赌债。是傅许，我就是看不起你。吵什么？
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既然穆家少爷来了，这笔账是不是该清一下了？这账我们1分都不会给。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，给我上！连小孩都敢打！峰哥，都是他们引诱我，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峰哥，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。夫婿，我不后悔帮助人，但我后悔帮过你。谢谢你们。这种吸血的毒瘤，早点割掉早点好。算你还没蠢到家。以后交朋友要擦亮眼睛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走，我请大家吃宵夜去，庆祝我重获新生。好耶！我要吃烤串。会长，你这恢复速度也太快了吧！1个月前还是小孩，这就变回去了。魔力稳定下来了，2周后就是生日宴，我得提前回一趟尉迟家处理些事务。我不放心，你才刚恢复，万一魔力又暴走怎么办？我要跟你一起过去。其实没什么大碍，不过你愿意陪我，我求之不得。既然会长有正事，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。温英，会长，你们路上小心。2周后的生日宴，我们会准时过去正式拜访的。对，你们先走，我和裴元还有几场游戏没打完呢。又菜又爱玩。那我们2周后见喽。佑佑，那是什么？我从小长大的地方。你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可是它看起来为什么离主城堡那么远？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告诉你。看前面就是我家了。那人是谁？他叫林胜辉，是我父母收养的学生。我不在的各种紧急情况下，都是他来假扮我。原来是替身啊！怎么回事？终于让我赶在这个节点抓住你了。你是林胜辉？你为什么还能动？在时间静止的领域里，你不该有意识。这位大哥，我看你好像经历了不少事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要不我们坐下来慢慢说，先把这时间魔法解开了好吗？误会？没有误会，就是你！如果不是你，未来我怎么会失去一切？是你害我变成了这副模样。未来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你。我穿越时间回到现在，就是为了在这个节点扼杀你。只要你死了，我的未来就会改变。去死吧！喂，你冷静一点，这不讲道理啊！我都说了有话好好说，你再乱来我可不客气了。一定是时间暂停出了问题，我要再试一次。黑魔器，好晕，我穿越时间了。有入侵人，快来人啊！不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什么入侵者，我是抓入侵人，抓入侵人！人在哪儿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往那边跑了，堵住他！走，这边赶紧快走！哟，少爷，请问您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？没有。少爷，有可疑之人闯入这片区域，事关您的安全保障，您确定没有看见？既然有可疑的人闯入，我今天就不出房门了，你们自己去搜其他的地方。好的。谢谢你啊，请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现在是在拯救世界。对，拯救世界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怎么帮？你认不认识乌鸦？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找来？只要找到他，一切就迎刃而解了。待会儿我去写信，不出意外，巫师严老师明天早上就会。巫师严老师，第一次听他这么恭敬的称呼巫严老师，真不习惯。以前的佑佑还挺有礼貌呀。好，那麻烦你了。你现在几岁了？12。这么大一座塔，怎么就你一个人住？你的家人呢？他们不住在这里。这座塔是为了关注我而建的。关注你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随时可能毁灭世界。谁说你会毁灭世界了？尉迟家的传承是魔力黑洞，我的体内会源源不断产生黑魔力。黑魔力？黑洞无法消除，除非诞生新的血脉将黑洞传给下一代。所以从我出生起，他们就把我关在这座塔里。为了不让我产生情绪变动，接近我的人全都戴着面具，没人会和我说话。直到10岁那年，我才知道那是我父亲和母亲，而那个男孩是他们收养的学生林胜辉。凭什么你住这么大的塔，出门前呼后拥？
我却因为你连爸妈都不能大方叫。他嫉妒我，所以我成全了他，用魔技变换模样和他互换了身份。都是他干的！我不要去塔里了，那里太可怕了，像囚笼一样，那些面具人好瘆人。以后不去了，乖。原来他们知道高塔很苦，他们只是不爱我而已。就是这样，他们恐惧我，敬畏我，给了我最高的话语权，唯独不爱我，所以我也没有家人。不想笑的时候就不要笑，怪不得长大后养出这么多毛病。听好了，你才不是什么怪物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人。没有家人又怎样？以后你会遇到很多不怕你、在乎你的人。以后？对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会去一所特别热闹的魔法学院，那里的老师很支吾的，那里的学生更不靠谱，天天闯祸关禁闭。那里会有人和我玩吗？不仅会，还要天天缠着你让你补习呢。在那个学院里，你会有属于你的同伴，他们会真心觉得有你在身边，简直是世界上最让人安心的事情。所以不要害怕长大，未来的日子还在等着你。好，我等你说的未来。都过去好几天了，乌月老师怎么还没来？以他的速度早该到了。他平时行踪不定，可能不在学院，没有收到信吧。可是这都过去3天了。我写的信根本就没寄出去，你骗我！是，我没有寄信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我必须要回去？你又要离开我了吗？我不是故意要凶你的，但我真的不属于这里。你放心，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我帮你寄信，你不要离开好不好？悠悠会没事的。你偷我的怀表！我知道你就是通过这个东西来的。如果它毁了，你就永远走不了了。别闹，这可是很危险的黑魔法道具，快还给我！我不。给我！姐姐。谁呀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真是倒霉。你长得有点眼熟，我们在哪里见过吗？眼熟？你搭讪的方式还真老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莫关。莫关，课本里的那个莫关。什么课本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在这条街上干什么的？我找人，但是迷路回不去了。要不来我家坐坐吧，我养母很厉害，说不定能帮你想想办法。他的养母是萧雨，可时间穿越这种事，说不定萧雨真的会有办法。好。萧女士，我才出门不到半天，你又把家里弄成这样了。叫什么叫没大没小的？我在研究新魔法，乱一点怎么了？这就是传说中的黑魔法师萧雨。研究魔法？我看你就是在研究怎么制造垃圾。以后别指望我给你买水果。不买就不买。喏，这个人要找厉害的魔法师帮忙找人，我就把他带回来了。莫关，你出去买点肉，今晚加餐。我刚回来，你又使唤我。去不去？不去断你零花钱。去就去，暴君。坐吧，说吧，你这个来自未来的人找我做什么？你为什么会知道？我的怀表！这是个控制时间的黑魔器，更重要的是，上面有我的气息，像是我几年后会做出来的东西。我确实来自未来，意外得到这个魔器穿越来了。我只想回到我自己的时空。在未来，莫关的确杀了我，对吗？是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替自己占卜过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它养在身边？因为这世界太无聊了。无聊？无聊到我只能不断研究新魔法。但看这个怀表，未来我或许已经没有我不会的魔法，缺了个零件，但基本功能还能在。那我该怎么回去？他会把你庆去你该去的地方。记住，万事皆有定数，所有未来早已在过去写下注记。哎，那个新来的，别愣着了，马上要开工了，赶紧把制服换上。哦，好。
抱歉啊，我刚才走神了。咱们今天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呀？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？少爷前几天身体指标出现异常了，今天一整个医疗队都来了，要做全面检查。少爷今年几岁了？10岁，别废话了，快走。10岁，悠悠10岁的时候啊。快，指标到极限了，进去送药。我来。进去把药倒在他身上，记住，千万别触碰到他，也绝不能和他交流。很疼吗？你干什么？谁让你跟少爷说话的？想死吗？少爷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看起来很痛苦。你是不是没上过岗前培训？少爷体内有黑魔力，每天都要重塑身体来压制魔力。这是噩梦制造仪，用来提高少爷对黑魔力的恐惧值值。你来守下半夜吧，千万不能像白天那样，不然我们都得遭殃。好，你去休息吧。不要！每天经历肉体的摧残，晚上还要受精神折磨，怪不得在原著小说里，你最后要毁灭世界。既然我被带到了这里，能护你多久，我就护你多久。咦，这是什么？我是主人的魔器玩偶。魔器玩偶？你还会说话啊？你为什么要送主人草莓牛奶还有干花？因为我要拯救世界啊。可是其他工作人员都不这样，他们都不理主人，因为心疼。心疼？是啊，他才10岁，就因为那什么见鬼的黑魔力，每天要受那么多折磨，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主人可以和我说话，那也很委屈啊，生来就要遭遇这些。可重塑身体稳定黑魔力又是他必须经历的事情，主人已经习惯了，习惯了疼痛，不代表疼痛就不存在了。他只是知道，在这个白塔里，就算喊痛也没有人会安慰他。那你会一直陪着主人吗？我不能保证一直陪着他，但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会努力让他知道，这个世界其实也没有那么糟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外面有比草莓牛奶还要甜的东西，有春天的微风和夏天的星空，有盛放的鲜花和无垠的大海。等他长大了，就可以无拘无束的去感受这一切。他再努力一点，控制黑魔力，就能去看外面的世界了吗？是的。你还要告诉他，不要害怕现在的黑暗，未来一定会有人跨越万美连山，坚定地走向他，毫无保留地爱他。我会和主人一起等那一天，我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天亮了，我要走了，你也赶紧回箱子里去吧，别被其他人发现了。很抱歉骗了你，其实这座塔里根本没有会说话的玩偶能陪我。怎么突然把大家聚在一起？我们要干什么？时间到了。什么时间？来白塔工作的人都签订了协议，为了绝对守护白塔的秘密，工作满4个月就得死，这是临死前的畅聊时间。你们都是自愿的？是自愿的。我女儿生来就得了绝症，尉迟家和我达成了协议，只要我来白塔，他们就把我女儿送去北方的邢家抚养，这是唯一救她的机会。绝症送到北方邢家，她的女儿难道是邢蕊？不行，我不能继续在白塔待下去了，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。魔力值又在飙升，准备强行干预。啊！控制住了，少爷压制住了黑魔力，这简直是奇迹般的进步。你今天在实验室里真是太厉害了。书上说，对表现好的小朋友通常会给予奖励，
也不知道是不是骗小孩的。原来小小年纪就学会阴阳怪气了。那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要一个拥抱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来吧。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等到过12点。过了12点就是我的生日了，我想把这个拥抱作为我的生日礼物。好。准备好了吗，小寿星？啊！姐姐，姐姐！啊！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佑佑该有多失望？小同学，是你约我在这里见面的吗？我写的信根本就没寄出去，你骗我！是，我没有寄信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我必须要回去？你又要离开我了吗？原来我的过去是他的未来，在他眼里，我是一个在他生日时突然消失，时隔2年又闯进白塔，把他忘得一干二净的人。小同学，你还好吗？老师，2年前白塔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？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？乌鸦老师，请您相信我，我来自未来。您因为我是萧雨的天赋在降临而收留我做了学生。天赋在降临？我想起来了，天赋在降临是未来的发现，现在的乌鸦老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我相信你了，这封来自白塔的信就是最好的证明，不是吗？老师，谢谢你。你问我2年前白塔发生过什么大事？确实有。2年前尉迟全毁掉了白塔中所有的钟表，破开守卫禁制逃了出来，把尉迟家搅得天翻地覆，这和你有关系，是吗？是我给他带去的最重的伤害。我在他生日过12点的那一刻，凭空消失了。不过他后来自己回白塔乖乖生活了，直到现在。乌鸦老师，他不是怪物，他只是个孩子，只要拿玩具哄哄他，他就会很乖的。他不应该遭受那样的对待。现在我第2次离开，不知道又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。乌鸦老师，我请求您一件事。你说。请您去白塔找他，封存他脑海中所有关于我的记忆。封存记忆？你确定吗？等到未来合适的时机，我会亲自去见他，把一切都补回来。在那之前，请让他平静地长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信我收到了，也和他交流过了。我惹他生气了，他这次真的走了。他现在不生气了哦，他来自未来，不能一直留在这里。未来你们一定会再见的。对不起了，小拳拳。你要做什么？臭乌鸦，好伤心。你以前可是很尊敬的喊我巫祝言老师的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找我有事？这是我最近研发的领带魔器，可以让别人变换成你的样子，给你当玩具。想不想玩？您这么闲，这个点可以回家睡觉的。奇怪，这里什么时候1个钟都没了？我这是回来了。唉，明晚就是少爷的生日宴了，仔细点布置，出了差错我们都得卷铺盖走人。自从半个月前有个女孩在树林里凭空消失，少爷就跟疯了一样，调动所有护卫把整个家翻了个底朝天。明天的生日宴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快闭嘴吧，你还敢提？赶紧干活去。明天就是他的生日宴，我居然消失了整整半个月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找佑佑。上官部长，黎问英，你回来了。来不及解释了，你知道会长在哪儿吗？穿过那扇门，去后花园。多谢上官部长。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找不到？悠悠，我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遇到了点意外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魏英，不要离开我。没事了，我这不是全虚全伪的站在你面前吗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，害怕你受伤，害怕你出事，害怕你再也回不来。悠悠，你很在乎我吗？是，我很在乎你，在乎到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你。你呢？是否也像我在乎你一样在乎我？悠悠，未来的路可以邀请你和我一起走下去吗？我的荣幸。过0点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有什么想要的生日礼物吗？我想要的已经在刚刚得到了。这半个月
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其实我这半个月一直在不同的时间里穿梭，穿梭时间。就是这块怀表。如果不是你，未来我怎么会失去一切？是你害我变成了这副模样。林胜辉，佑佑，我们暂且不动它，未来还会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知晓。那后来呢？剩下的事，我们等乌鸦老师来了再说吧。原来是这样。老师，您当年之所以愿意收留我，是因为我曾跨越时间找过你是吗？是啊，可后来找到你，你却似乎忘记了一切，我只好闭口不言，一直等下去了。这次请老师来，是希望老师能带走这块时间怀表，妥善保管，一直放在我身上也不安全。我明白了。还有，当年尘封的记忆也请还给他吧。好，那你们聊吧，老师就先走了。对不起，我擅作主张，尘封了你的记忆。如果我的记忆没有被尘封就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早点找到你，你也不必受那么多苦了。你不怪我。其实，我也擅作主张封了你一段记忆，对不起。什么时候？天空花园，新年那晚。友友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？我以为是朋友呢。不过也挺好的，我应该也是喜欢你的吧？要不我们试着交往一下？不要，这不是喜欢。我当时喝多了，胡说八道的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我知道。这次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文英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过去，更谢谢你来到我的未来，也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向我伸出援手。这是这尉迟家的厨师也太厉害了吧！烤肉比我家的还好吃，吃的满嘴都是油。云溪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你不能吃。哦，哟，这不是我那失去家族传承的好妹妹吗？怎么躲在这儿不敢见人？齐莫言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提醒你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一个失去传承的废物。别以为父亲念旧情还给你留着位置，你就能高枕无忧了。芥末宴，今天是在尉迟家的宴会上，我不想和你吵，平白让外人看笑话。怎么，连反驳的底气都没有了？也对，废物能有什么底气？芥末宴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到底谁才是废物？周密玄，这是我们即墨家的家事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。你这种为了私利不择手段的小人，也配谈家事？你胡说什么？当初我被绑架，你明明早就发现了线索，却为了让周家折损一个继承人，选择默不作声。轩轩就是因为你这副虚伪恶毒的嘴脸，才对你彻底失望。你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血口喷人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再不滚，我就把你的光辉事迹全场广播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抱歉，扫了大家的兴。你道什么歉呀？是他自己心里有鬼，嫉妒你。嫉妒我？我现在连家族传承都没有了。那是因为你本身就太耀眼了啊！哪怕没有传承，你的能力、你的品格都远超那个卑鄙坏人。他害怕你，所以才会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来打击你。他说的对，轩轩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最完美的。谢谢你们。不行，好好的生日宴就这么干坐着太无聊了。你又有什么鬼点子？我们来举办一场魔法厨艺比赛怎么样？魔法厨艺比赛？对啊，用魔法来处理食材和烹饪，看谁做出来的东西最好吃、最有创意。哈哈，这个好，我可是烤肉小王子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沐风的真正实力。轩轩，我们组队。好，我这就找悠悠。各位观众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尉迟家第1届厨神争霸赛的评比现场。我是记者兼裁判黎问音，现在由我带大家去见识一下各位大厨的杰作。穆大厨，请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吧。这道菜叫火之歌，选用最顶级的牛肉，搭配秘制香料，用猛火炙烤而成，绝对是全场最佳。听着就让人流口水，不愧是烤肉小王子。我的菜叫冰之歌，这才是炎炎夏日该吃的东西。哇，裴元学长可以和沐风组合出道冰与火之歌啦！裁判，我抗议，他在故意针对我。裴元，沐风说你在故意针对他，请问属实吗？是的。裴元，以后我再也不和你打游戏了。真的？3天不和你打游戏。看来我们的选手非常和睦啊。渊姐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我在思考。思考什么？思考怎么毒死在座的各位。渊姐，你这是什么菜？
唉，我只是走神了一小点，火就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。渊姐，这杀伤力已经超越黑魔法了。不知道两位副园长组队能拿出什么样的作品呢？这个蛋糕好漂亮啊！这是心有灵犀蛋糕，象征着我们的感情甜甜蜜蜜。非要弄些花里胡哨的，真受不了。磕到了，磕到了。上官部长，请问这道菜是有什么用意吗？有个人一直在心中折磨我，这道菜是专门为他做的，希望他能喜欢。部长，你心脏不舒服吗？现在是有点不舒服。请问尉迟少爷今晚准备了什么样的作品呢？是美食剧场。我的糖果，我的糖果掉进鸡汤里了。我知道，是金斧头的故事。接下来河神该出场了吧？孩子，不要哭，我帮你把你的糖果捞起来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是机翼16，是这里的汤神。不要开这种地狱玩笑啊！机翼16，你真的会帮我捞我掉下去的糖果吗？年轻的樵夫，你掉的是这个金房产证，这个银豪车钥匙，还是只有孩子才喜欢的糖果？不应该是金糖果、银糖果吗？是那个金房产证。喂，你不应该选自己的糖果吗？可现在买房真的很难。谁管买房难不难了？故事不是这样写的。你没有通过我的考验，不仅拿不到金房产证，也拿不回你的糖果。你不要走！金房产证是从这里掉下去的，我在这里做个记号，等改日寻了工具，就从这里下汤去捞它。我在这里做个记号。真是不错的故事。裁判，我抗议！这个菜简直是亵渎！亵渎！满分！这道菜简直满分！李文英，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再去我家玩几天呗。我爸新进了几头变异奶牛，可好玩了。不了，替我谢谢叔叔阿姨。我打算在尉迟家多留几天。你和会长在一起了？什么？裴元学长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傻子才看不出来吧？哎呀，也没那么明显吧。好啊，李问音，你竟然背着我们偷偷谈上了。问音，那恭喜你们了。其实也就是前天晚上才说开的，等开学了，我再详细跟你们讲。哼，你个没义气的，那就开学见喽！开学见，开学见！你和尉迟全在一起了？南宫直，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？怎么，你是特意跑来祝福我的吗？我是来警告你的，尉迟全并不像他表面看起来那么温和，他很危险，你最好小心点，离他远一些。南宫直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接到举报来这里调查黑魔法，尉迟家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平静。他说的黑魔法，难道和佑佑体内的魔力黑洞有关？南宫同学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身上有黑魔气，难道是怀表释放的气息？跟我走一趟，接受调查吧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南宫直，他说放开他。南宫直，你在我的地盘对他动手，是在挑衅我吗？我在执行公务，我刚才明确感知到他身上有黑魔气。怎么会？黑魔气消失了？下次办案，还请南宫先生找到确切的证据再动手。抱歉，是我感知出错了，告辞。佑佑，你来得太及时了。我看你许久没回来，不放心，就过来看看，他没伤到你吧？不过南宫直刚才说他接到举报，来这里调查黑魔法。南宫家是专门缉捕黑魔法师的警察世家，铁面无私。尉迟家和黑魔力有关的只有我一个人。佑佑，你偶尔需要变成小孩，也是因为你身上的黑魔力吗？黑魔力在我体内积攒太多，只有变成小孩封锁魔力才能消解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如果让他发现你身上的秘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去盯着南宫直，先看看他要做什么。南宫直，你要怎么调查？他也来？你放心，他已经被我捆起来了，绝对不会妨碍你查案。不妨碍你。我准备从尉迟全的父母查起。那你接下来的行动是？登门拜访。登门拜访是我想象的那个意思吗？你要查他们，走大门拜访？没有搜查令，不可私自潜入探查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死劲儿和实验车一样的，简直是实验车2.0。李问心，你先遇见的我，为什么我是实验车2.0？
不应该他是我的0.5吗？我虽然先遇见你，但是更了解他啊。就算如此，我比他强出很多。我不应该只是2.0，起码应该是7.0。强在哪里？好了好了，不聊什么0.5、2.0、7.0的事了，赶紧跟我们过来。密道，这是不对的。我说过，没有搜查令不可以私自潜入。7.0，你看这是谁？尉迟泉。很好，那么我是他的谁？女朋友。那你是我的谁？朋友。那么现在尉迟泉带着他的女朋友以及他女朋友的朋友一起回尉迟家，为什么需要搜查令呢？他说的有道理，但我们进去是要搜查。想调查就快点进。南宫直，你是不是会以出身评价一个人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家庭背景、生活环境、过往经历，这些都极大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格。环境造就人，这是客观事实。开学的时候你那么讨厌我，也是因为这个吗？是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叫鹤鸣，从小被人变成马戏团的猴子做表演，后来被喜鹊所救，做过最坏的事也就是装鬼吓人。他不是生来就故意要当坏人的。我承认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，但是请你不要以此给一个人宣判死刑。那你呢？当初开学你死皮赖脸的缠着我，是不是因为害怕自己无处可去？是啊，我当时就是看出了你的身份地位不一般，所以才死缠着你不放。我知道了。这里是尉迟泉父母的书房。我们分头找找有没有白檀官的线索。小怪物观察手记，这是你母亲写的小说？没什么好看的。不行，万一错过什么线索呢？我是一名记录员，任务是饲养并观察这只小怪物。小怪物今天又不肯打针，他不知道明天还有更痛的实验等着他。小怪物不理人了，喂一点食物吧。小怪物就该孤独地被锁在笼子里，乖乖接受惩罚。小说里写的小怪物是你吗？抱歉，让你看到这些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？都过去了，文英别哭，我现在有你已经足够了。以后我保护你，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好，你保护我。我恰好看过那本小说，并且还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和小说内容完全吻合的实验报告。7.0，你好厉害啊，这么快就找到了。你还笑得出来？私自对人类进行这种残酷的魔法实验，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。那就期待这位正义的南宫先生将来有一天能扳倒他们了。我先用流影魔法留个证据。除了这些，没有发现别的和黑魔法有关的证据吗？没有，走吧。有的小孩生来多一根手指，甚至双胞胎连在一起，但不能因为这些就认为他不是小孩了，他只是有点特别而已。文英说的对，你们现在就要生小孩吗？我劝你们要理智，现在生小孩不符合学院规定，也会影响学业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要生小孩了？7.0的联想能力确实异于常人，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。南宫直，你老是喜欢禁别人的言，我看最该被禁言的人是你才对。7.0以前跟着他的小叔南宫教授做实验时，就经常被禁言。真的有被禁言过啊？在别人面前探讨别人的私事，很不礼貌。你可没跟我客气过，我跟你礼貌什么？因为南宫教授从小就经常给他禁言，所以他长大后就苦练禁言魔法去禁言别人。离校登记也必带禁言魔法。我小叔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说？大概是因为我比较会说话吧。7.0，你慢点走，等等我们啊！虽然没找到黑魔法相关的线索，但那份实验报告足以证明尉迟家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段时间我会跟着尉迟泉，保证他的安危。那就多谢南宫警官了。黎文音，你也必须跟着我。我之前在你身上感知到的黑魔气绝对不是错觉，尉迟家很危险。好啊。时间怀表，林盛辉是在这个时间点得到怀表的吗？林先生，好巧啊！你是？我是尉迟泉的女朋友，昨晚生日宴上我们见过的。哦，是吗？找我有事？我看你手里这个怀表好特别啊，能借我看看吗？你看吧。是黑魔气！林盛辉，
这东西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没有，这就是我随便捡的。林胜辉已经被带走了，怀表作为黑魔器证物也被封存。如果不是你，未来我怎么会失去一切？是你害我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原来是因为这个，是我触碰了那个怀表，彻底激活了它，它后来才会变成那副落魄的样子，甚至穿越时间来杀我。这是一个闭环。到底是谁向你举报尉迟家设计黑魔法的？邢蕊，我女儿生来就得了绝症，尉迟家和我达成了协议，只要我来白塔，他们就把我女儿送去北方的邢家抚养，这是唯一救她的机会。绝症送到北方邢家，他的女儿难道是邢蕊？邢蕊是他？你想起什么了吗？邢蕊的亲生母亲就是曾在白塔工作并牺牲的员工，他一定是查到了什么，这是一个为我设的局，为了试探我到底是不是萧雨的转世。原来我的亲生父母是这么去世的。他们都是白塔的优秀员工，临死前的夙愿就是请我在他们的合照中加上长大后的你，再烧给他们。你想要的信息我帮你得到了，黎问英能够激活萧雨的禁气，他就是萧雨的转世。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萧雨禁气？天南地北的搜寻，但凡有关黑魔器的我都会留意。这次我牺牲可大了，费了好大劲才得到的萧雨禁气，就这样献祭出去了，可也得到了你想要的信息，不是吗？林夫人这就和我见外了，是我们都想要的信息。话说回来，林夫人，这么一来，林胜辉就得牺牲了。我听说他是您最器重、最疼爱的孩子，精心养育了这么多年，我自然是很难过的。很可惜他以后不能在我身边玩闹，逗人开心了。原来是当宠物养的啊！现在倒是不好说，是不受关心的尉迟全惨，还是受了关心的林胜辉更惨了。你又是为了什么？是想要复活你的父母吗？萧雨的能力，人人都很想要吧？你和你的父母确实不太像，让林夫人见笑了。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非常感激林夫人让我成为您的幕僚，后面得请您帮我藏匿一下行踪，我得躲一阵子了。可以。黎问英，你认识邢蕊？对不起，邢蕊其实就是交易会的北极星，我之前隐瞒了这件事。没关系，我早就怀疑交易会了，而且我还顺藤摸瓜查到了交易会的另一个代号画眉堂的人。是谁？他真名叫许听秋，下学期会作为特殊生入学。许听秋？那不是原著里斯威兰假扮的身份吗？史延彻来了，他和魔法学院冲刺班的其他学生一起到了尉迟家，你现在要去见他吗？不去，让他自己自生自灭。还是去见见吧。我们的事儿还没解决，去见他干什么？林胜辉入狱了，邢蕊一时半会儿抓不到，再讨论下去也没个结果，还是去见见吧。好久没见了，我都有点想他了。薇兰和他也同班呢。你想他？这不是很久没见了吗？你们也和我一起去。你们看，那就是传说中的尉迟家，好气派！我们是要来尉迟家宴会主场观光，是不是可以见到电视上的那些大人物了呀？是说会长大人吗？我听说学生会长超级厉害的，我在电视上见过这位会长大人，虽然只扫到了一个镜头，但是超级帅的，怎么会有那么漂亮的一个人？哼，你们都只是听说这位学生会长，有真正见过他吗？当然没有呀。我们还没入学呢，难道你见过？我就亲眼见过。真的吗？你该不会是在吹牛吧？谁吹牛了？我和会长大人那可是称兄道弟的关系。当年我敬他一声哥哥，他得还我一声弟弟。那你说说，会长大人现实里是什么样的？真的有那么好看吗？那真的是帅的不行。我姑且承认，他略胜我一筹吧。肯定是在吹牛。就是你哪里帅了，还略胜你一筹？算了，我说真的，你们别走。你们在新闻上见过去年天空花园的事情吧？知道啊，世界第一医学世家上官家主易位，现家主大义灭亲，铲除祸害。听说那座天空上的岛屿还差点崩塌了。是学院的前辈们齐心协力，避免了灾难。去年我就在那座天空花园上面。不仅如此，你们口中的那位上官家的现家主和我更是关系匪浅。怎么个关系匪浅法？不会也是称兄道弟吧？他啊，他点赞过我的朋友圈，我们还经常一起讨论学术上的知识，聊得很畅快呢。能被上官家主点赞的朋友圈，一定是很高深莫测的学术内容。那你认识那么多人，你不会也认识黎问英大人吧？黎问英大人？是啊，黎问英大人的事迹在我们中都传疯了。传说一样的人物。上半年英色院院长发表了新论文，其中就重点提到了黎问英学姐的卓越贡献，学校的知名风云人物。我的姐姐放假回家时就经常对我提起她，说她太厉害了，干的每一件事都惊天动地的。黎问英啊，那还用说？我当然认识她。你哼什么哼啊，毒舌女！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我可不像某些聒噪男，明明和黎姐姐关系不好，经常吵架，炫耀吹嘘的时候，倒把她拿出来当谈资。毒舌女，你说谁是聒噪男？谁聒噪谁自己心里清楚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到时候我哥来接我，你们就知道了。你又认了哪个哥哥？什么认的？
南宫哥比亲哥还亲，我最好的兄弟，我和他从小穿同一条，不对，我穿他穿过的裤子长大的，你懂不懂啊？恶心。微兰第一次来，在这边也没什么熟人了，我得好好迎接一下。悠悠，你觉得选哪种口味带去给他们比较好？草莓味的。是你想吃吧？我是要给学妹学弟们挑的。学姐，算了，不问你了，你把果篮提好就行。你又要干什么？不帮忙就算了，怎么还在这碍手碍脚的？你不久前还叫我学长，那会儿你还没挡我路。一定要去吗？实验车很吵。要，那不是你说直到开学前你都得保护着我和会长的吗？老实跟着。对了，你赶紧把实验车晋升为朋友，听到没？别当着他的面说他不是你朋友。不，他就是小孩。7.0，我看你也没多大。虽然我和石少爷没见过几面，但是我想朋友是不分年龄的，我和石少爷已然是朋友了。听听7.0，看看人家，看看你。显着你了。说你还不听，还骂人家。什么语气？李文音，我又不是你儿子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这2天对我越来越猖狂了？叽里咕噜又不知道在那说什么，你也搭把手。大夏天的，别搁那 cos 雪人了，快点跟上。我要那个樱桃味的。那我要草莓味的。都说了不是给你们挑的，你们2个够了。待会儿见到学妹学弟了都给我稳重点，给新生们树立个好榜样，行不行？都给我端正态度。祝会长生日快乐，这是送给会长和李姐姐的见面礼。这么客气啊，微兰长高了好多，我长高了5厘米呢，超级厉害。切，那还不是比我矮10厘米，矮成这样也好意思说话。喂，南宫哥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10厘米，你增高鞋就不止10厘米。毒蛇女，什么10厘米的增高鞋？我还在成语期，以后肯定能超过1.8米。你们俩不是同班吗？怎么还吵架啦？哼，你问他，他脑子有毛病，只想着把我打扮成洋娃娃。哎，南宫哥，你干嘛？好了，微兰，实验册被拎走了，你们到底闹什么矛盾了？冰微冰茉莉，那是谁？是我给实验车起的名字，戴上假发，把她打扮成了女孩冰茉莉。那个冰茉好漂亮，好听话呀，真羡慕斯薇兰。冰茉莉很可爱，实验车就毛毛躁躁的，一点都不乖。一个人是不会随时随地听另一个人命令的，对吧？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你可以通过实践改变现况。什么样的实践？比如调教他，让他变成符合你心意的洋娃娃。调教？停！尉迟悠悠，你都在教些什么？别带坏人家孩子。问音污蔑我，我明明是在引导他。会长哥哥，具体的调教应该怎么做呢？严厉管教会让他很生气。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顺从，不经意倾泻出来的委屈是一柄长枪，它可以是情绪的宣泄，也可以是进攻的号角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会长哥哥。啊，老实交代，你刚才说的那些阴招是不是都使我身上了？好心机啊！可恶，我被男人蛊惑了，手段了得。我倒觉得问音才是天才，浑然天成。我哪有你心机重，成天勾引我。我们没谈上那会，你是不是就一直在勾引我？就是因为你不是故意的，才更加吸引人啊！没办法，我就想要你喜欢我，我只好引诱你看看我，不然你爱上别人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完蛋，顶级魅魔！微兰，你的房间就在前面，这几天如果有什么不习惯的，随时来找我。谢谢李姐姐。林胜辉，你不是被南宫直带走调查了吗？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绝不会让你活下去。啊！不准伤害李姐姐！剑兰守护！怎么会这样？李文音，我们走着瞧。蔚蓝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李姐姐，她逃走了。她受了伤，借着怀表的魔法穿越时间逃跑了。看来她下一步就是回到过去找你。一切都对上了，她穿越回过去，想要在那个时间点杀了我，改变未来，结果反而促成了我拿到怀表穿越的闭环。不仅如此，她当时已经被南宫直带走，怀表也作为黑魔器证物被封存。她一个没有势力的人，怎么可能轻易逃脱，还能拿到被封存的怀表？有人故意放她出来，甚至是故意把怀表塞给她，借她的手来杀我。林胜辉不过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，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继续留在这里太被动了，而且你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尉迟家已经不安全了，我们立刻收拾东西，一早启程回学校。回学校后，我想见一见邢奇。好。邢蕊在哪儿？你们有斩不断的契约，你一定知道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是邢蕊？不愧是黎问音，真是聪明。
你附身在你弟弟身上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是来警告你的，小心林凤，她是我交易过的最贪得无厌的女人。还有尉迟婷，装得像个老好人，却在魔法部研究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哦，你和林凤合谋算计了我一把，现在跑来和我说这些？李文音，无论你信不信，我可是这世界上最在乎你的生命的人之一，也是最怕你的秘密泄露出去的人之一哦。我会竭尽全力保护你的。哼，继续编。我不想让你死，可有人想让你死。这个人我才不会是林凤，但保不准有其他人从这起事中发现端倪，出于某些理由不想让你活。那你说，想让我死的会是谁？这就不好猜了。想让萧雨现世的人很多，不想让萧雨现世的人也有很多。这次利用林胜辉来杀你的，可能并非我和林凤这样狡诈的小人，而是某些主张世界和平的家伙。很神奇吧？现在反而是我和林凤这些小人竭尽全力的想护你，一些自诩正义的家伙倒要对你赶尽杀白了。邢蕊，你现在躲在邢奇身体里，我奈何不了你，但下次见面我一定会报复回来。为了让你消气，要不我免费送你一个想要的信息如何？那好，你的手下画眉堂许听秋，说说他现在人在哪儿，选择和谁互换身份，装成谁入学了。怎么这你都知道？我的交易会真要被你扒干净了？哼，可以换别的信息吗？听秋怎么说也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我怎么好出卖他呢？你会再心出卖别人？李文音，你现在可是我最重要的人之一，当然一切以你为先。之一？还有其他人是谁？是说你这位此刻正在蹲大牢还被你附身用来聊天的好弟弟吗？那当北极星大人最重要的人还真是太凄惨了，我无福相受。别嘛，你还是当当吧，我告诉你就是了。许听秋的目的很简单，他惹了太多人需要脱身，拿手的魔法是盗取以及篡改别人的记忆。盗取记忆？为了完美隐藏自己，他连自己的记忆都敢改。不过记忆可以偷来，魔法能力偷不来。你要小心那些家族传承魔法的人，他们每一个都有可能是许听秋。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吗？关于许听秋的事，不用太担心，我已经做好了防范。什么防范？我下令给今年的新生定制了一批全属编号，并且在魔法核心里留下了独特的标记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谁用这魔杖闯了祸，都能直接追踪定位到个人。对，不仅能定位，还能记录施法痕迹。即使他能偷走别人的记忆和身份，也逃不过魔杖的追踪。呦，这招绝了，不愧是会长大人。新学期马上开始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去当迎新志愿者，亲自去会会这届新生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呢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这三个家伙怎么又在欺负人？陈巨业无忌霸，你们在校门口堵着干什么呢？我记得你们不是金盆洗手被秦冠玉感化收编了吗？怎么又堕落了？才没有，我们是在秦老大手下做事的，和你一样是来迎新的志愿者。就是黎文音，你少污蔑我们了，我们是在助人为乐。真没有，黎文音，我们是发现了一名迷路的新生，你看，就是他。我们想帮他，问他要去哪儿，他半晌放不出来一个屁，我们怎么帮？你们怎么看都像打劫，把人家给吓到了。你们让开，我来。你好，请问你想去哪儿？我带你过去。我有事，想去大礼堂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学弟你不用怕，这三个人虽然丑丑的凶凶的，以前也不是好人，但现在是真心想帮你。什么丑丑的凶凶的？说你就听着，你看你们把人家吓的，多跟你们秦老大学学真正的友好和善是什么样子，真是。我来帮你拖着吧。不用，他很重的。放心，我孔武有力，这就是我的工作，让我来。学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没站稳。走吧，学弟，我带你去大礼堂。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不行，学姐说帮你拿就帮你拿。学弟啊，你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怎么这么重？都是一些书和研究资料。不用紧张，这里的人都很好的，你可以尽情的交朋友，学魔法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。好的，学姐你人真好。大礼堂到了。谢谢学姐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学姐，不嫌弃的话，这个就送给你当谢礼吧。哇，好精致的钢笔，谢谢你啊。孔院长。贺连峰，你来得很慢。抱歉，孔院长，我又迷路了，多亏了这位学姐带我过来。多少次了，在学校还能迷路？赶紧滚进来。你们认识？黎文音，他还没告诉你他是谁吧？贺连峰，沧海院的前院长。什么？前院长？都已经退位了，陈年的事拿出来说，多不好意思。原来学姐就是黎文音，久仰大名。院长前辈您好，您别这么称呼我了，我承受不起的。哪里不好？
长幼尊卑就该按能力品行来判断，他比你这在学校迷路的家伙好多了，就该叫他姐。孔院长教训的是，多亏了学姐。不敢不敢。黎文英，贺连峰这行李箱里可是一整个压缩空间，你居然能拖过来，一个暑假不见，能力见长啊！过奖了过奖了。贺连峰，我就说我眼光独到吧，你那个好学生当初可是要把他绳之以法，到现在都没道过歉呢。学姐，孔院长说我那个好学生上学期欺负了你，我这就带你进去找他道歉。哼。老师，小林，你欺负了学姐，快当面跟她道个歉。不用，居院长好，居院长没有欺负我，我不在意的，真的。君临，人家小孩都比你懂事，给你找台阶，你要不要脸？抱歉，黎文英同学，上学期是我判断失误，对你多有苛雕，耽误了您宝贵的时间，请您原谅我。学姐，他道歉了，你愿意原谅他吗？感受到了，没关系的。学姐真好，请您稍等，我叫人过来认识一下您。等等，这位是帮助过我很多的学姐，小直，你多向学姐学习。好的，承蒙黎前辈关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怎么知道？小问音，待会儿留下来一起参加分旅仪式。我的工作是迎新帮忙，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帮忙。那行，不如把我的席位让给学姐，我这里。不，千万不用。没事，不是有个空着的席位吗？小问音去做那个，不用紧张。贺连峰虽然畏缩，但权势不小。现在很多人盯着你，能多一个势力支持总是好的。孔院长，原来您是为了这个。那个位置还有谁敢坐？查到是什么人了吗？大礼堂现场的人还没传消息回来。悠悠，救救我！当上特邀嘉宾了，怎么不带带我？校长夫君这个头衔听起来似乎挺不错。怎么你也跟着乱搞？小泉，好久不见，你又长高了不少啊！贺连老师好。贺连老师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这位置我实在坐不起。我看在学生会人手紧缺，我去帮他们的忙了。学生会非常需要他的帮助。那学姐，你不要太过操劳啊！一定。怎么回事呀？这位前院长怎么是这副模样？我还以为他是新来的小学弟，迷路了呢。还有谁和我一样倒霉？我帮你提行李吧。哇，同学你太厉害了，我真是对你无限崇拜。这位热心肠的同学帮了我大忙，今天就邀请他来代表新生说两句话。开学快乐，祝各位不会遇到骗子长辈们。待会儿分院你肯定是黑药院的，绝无可能。那要是的话怎么办？那我给你当学生。听到这些，我舒服多了。听到我的糗事，你很开心？很萌啊。那贺连老师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貌去骗学生啊？我也是通过他才察觉到躲在暗处欺凌弱小的黑色金字塔。原来你选择成为学生会长是受到了贺连老师的启发。他耍了我，但他有一句话说的挺对，袖手旁观没有问题，可倘若人人都选择自保，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差。说不定高塔里的魔王心软了，想拯救世界了呢。什么？我在说宝宝你好棒，是好宝宝。就算你这么夸，我也不会原谅这个人耍了我的。不管有意无意，贺连老师也算引导你干了件大好事呢。找机会我要好好感谢他。我也不会放弃成为校长夫君的。不要再开这个玩笑了啦！快看，分界仪式开始了。石岩彻，沧海院，我一定会成为沧海院的骄傲。思薇兰，橡木院，拜托，给我分到尉迟会长所在的黑曜院，实在不能去医宿院也行，绝对不要项目。杰莫茨，橡木院，这东西出故障了吧？我才不要去橡木院！分试结果已定，请前往对应的学院方阵。都说他坏了。他在拽什么啊？他是杰莫轩的弟弟，杰莫轩在橡木院，他就不想去，真讨人厌。轩轩姐没嫌弃他玷污橡木院就不错了。你不准备为我做点什么吗？不要无理取闹，我现在很忙。我无理取闹？入学前你不帮我疏通关系，害我被尉迟会长闭门谢客。现在我要换个学院，你还不管？你知道自己姓杰莫吗？是你忘了你自己姓杰莫。你现在入学了，该学会自己处理事情，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身上挂着的累赘够多了，你少来添麻烦。就是少给你姐惹麻烦，多大岁数了还要当姐宝？姐姐不帮你就闹，丢不丢人？你好，他刚才说的挂在他身上的雷贝，大概就是我。周蜜璇，你等着！我现在入学了，很快就会打败你的。我们两家一直都是死敌。可是我家的死敌只有即墨家呀。我就是即墨慈啊！对不起，我完全把你忘掉了。
那你要打败我，就算我输了，行不行？轩轩宝最近好忙，我得跟在他旁边，你就对其他人说你赢了我好了。李问音，你干什么来坏我的好事？谁想搭理你了？你不愿归队，我是受项目方阵所托，拎你去登记的。能和杰墨轩玩到一起去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不会登记入项目院的，我要改院。还改院？不如趁早跳楼改命。你根本不配做杰墨轩的弟弟。走喽，这就带你去项目院报道。李文音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你得罪了杰墨家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随便你，反正我把你送到了，赶紧登记。我死都不会在项目院登记的。这位同学，如果你这么看不起我项目院，大可以向学校申请退学，我们也不欢迎一个眼高于顶的人。你们看什么看？怎么还觉得自己是个香多吧？没人求着你留下来。我是魔王，还是最欠打榜榜首？你才发现啊？你看看我，沐风，你怎么上榜啦？还不是被你连累的。我这个遵纪守法的3号青年，居然成了欠导榜前5，我这招谁惹谁了？这说明咱们人气高嘛。榜2沈四，榜2紫桑堂，榜4诸葛静，都是个2年级、3年级以上的学长学姐们，没有这个活动吗？3年级以上的学生基本都进学生会了，学生会负责主持和开展各种活动，一般是不会下场参加这种挑战的。原来如此。不过嘛，真要是不分年级搞个全校欠导榜评选，榜1肯定不是你，那能是谁？肯定是会长啊！现在很少有人能看见会长出手了，谁不想试试去挑战一下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强？这么说来，咱们的会长大人原来是隐藏的欠打榜榜1啊！不知道你这个现任的欠打榜榜1在笑什么？马上就有无数人要来找你麻烦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我心态好嘛，把其他队友找来，我们开个会。沐风，来下五子棋，我是勾，你是叉，我要站中间。李文英，清醒一点，大家马上就到了，赶紧讲讲挑战赛的作战计划。沈四，你来的正好，关于作战计划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你手上的笔，去学生会申请活动试试顺的。这笔价格不菲，参加作战会议可以每人分发1支吗？笔给你了，现在开始，我们的作战会议你必须全力配合。谢谢妈妈。别乱叫。那谢谢大人。我以为传闻是夸大其词，沈四你真这么没有底线啊？传闻是夸大其词的，我有自己的原则。原则就是钱给的还不够多。沈四，倘若我再给你2支笔，你会怎样？那我就是主人最听话的小狗。好了，我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人了。现在我们正式探讨一下作战计划吧。我会全力配合作战计划，但有件事要提前说明，有雇主买通了我，在正式比赛时打假赛，故意阻碍你们赢。这话你是怎么敢说出来的？雇主买通了我打假菜，又没买我保密。李文音，这个房间今天只有你我2人来过，对吧？是啊，沐风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受死吧！非常不好意思，我有事耽搁了。我带了一些甜点，你们想吃吗？这么客气啊，快请进。沈四同学，这是……哦，这个呀，这是我们团队缔结的契约，每位成员都可以在他脸上留一个手印。子桑，你也来试试吧。好疼的李文音，活该！你个还没开始就收钱打假赛的叛徒。子桑同学，听说你上午在课堂出了点问题，没事吧？没事的，我最近做魔器手感不好，课堂实验时想突破舒适区，结果不慎把自己炸飞了，去了一趟校医院，看起来伤得好严重，要不你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没事啦，老师把我的实验区单独隔离了，只炸飞了我自己，没伤到同学，而且我做了很多防护的。子桑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李文音，子桑大小姐都穿成钢铁侠了，你说我们赛前要不要也做些防护？穆青此言甚是有理。喂，你们有没有看见诸葛静？嘘，没有。没看到有人过去，那你们这窗户怎么碎了？闲得无聊，砸窗户玩。那人怎么回事？你的仇家？不是啦，他们是我很好的朋友，没看出来是好朋友。好朋友之间也会闹矛盾嘛。我和他在一个学习小组，今天起了点冲突。什么冲突？我们第1节课要做课题展示，我是后勤，负责写 PPT。组长说他今年想找女朋友，让我写点能突出他男人魅力的东西。然后呢？我看他相貌成绩一般，很难做文章，但是他胸肌很发达。为了将他的魅力发扬光大，我洋洋刺死写了万字长篇，描绘他的胸肌多么威猛霸气。
再然后呢？结果一下课，组长就暴跳如雷了，一个劲儿要着我打。不过好多同学都知道他的优点了，今年他肯定能找到女朋友。现在人齐了，可以开始商讨作战计划了吧？我有一个重要情报，第一个来挑战我们的肯定是我的青梅竹马桑雨薇。我们一般不管想打自己的人叫青梅竹马。这个桑允薇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俩有多大仇？哎呀，其实我们是娃娃亲，我从小就喜欢他。雨薇哥哥好可怜，我要去给他挡雨，没有外套也没有伞。我知道了，雨薇哥哥，我来保护你。雨薇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把弄骨折的。你离我远点就是最大的道歉。为了补偿你，我亲手给你做了一件礼物。你看，你现在腿打了石膏，上厕所肯定不方便，我特意给你改的开裆裤。诸葛静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他当时可能是不好意思吧。那什么，他想打你，确实一点都不稀奇。换作是我可能已经拔刀了。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嘛，我觉得他肯定是一直没发现我的心意，所以我决定用行动暗示他。你又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？我主动控分，每次考试我都精确计算分数，保证自己的名次死死挨着他。也就是传说中的排名贴贴？对啊，不管是正数还是倒数，只要他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我就是要让他每次看成绩单的时候，第一眼就能看到我的名字。你这是在用成绩单对他进行精神污染啊！难怪项目院的人把你投到了榜4，你这种无孔不入的青梅竹马，杀伤力太强了。那桑同学现在是什么反应？他好像更生气了。唉，昨天还在群里发誓，这次魔王挑战赛一定要把我打得连我妈都不认识。哼，全都是歪瓜裂枣，连基础的点火魔咒都不会，拿什么去打败诸葛静？三哥，这都一下午了，你硬是一个人都没看上。要我说啊，诸葛静这人除了生猛点也没什么不好，要不你干脆出卖点色相，从了他算了。懦夫！我桑雨薇宁死不屈！我这是把你当兄弟，才给你指条明路。我看你就是不想上场挨揍。三哥，说实话，你的理想型到底是什么？我喜欢开朗活泼的。那不就是诸葛静吗？开朗活泼和土匪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三哥，快看是雨兰邪，咱们项目院的天才。雨同学，你是来报名挑战诸葛静的吗？不是，那是我是来报名挑战黎问英的。哦，一样的，来报个名吧。打扰一下，请问这里是2年级挑战组的报名点吗？你不是黎问英的朋友吗？是的，我叫秦冠玉。你怎么也来报名了？是我的老师推荐我来试试的。挑战也并不一定非得是互为仇敌，对吧？哦，好像也是。那来填个表吧。哼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回禀雇主，他们在聊您和诸葛小姐的八卦。什么八卦？你们说我啥时候才能亲到小鱼的嘴？好馋啊！霸王硬上弓。黎问心，你别胡说八道了。你们在干嘛？聚会吗？应该是吧。子桑同学带来的甜点和饮料挺好吃的。谁问你了？盯紧他们。好的，雇主。汇报。目前有2个人最有希望成为桑哥队友，一个是项目雨兰邪，一个是黑曜秦冠玉。桑哥好像在和谁聊天，静姐，你小心有情敌。放心，我知道是谁。来吧，让我们加紧练习，点火梅咒。魔法防护阵。诸葛静，看招！小小食人花，看我铲了他！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。有点意思，烈焰风暴，云术。痛快！好久没打得这么爽了。你也太猛了，差点把我烤成肉干。我都开了3个魔法阵，这都没打过。尉迟权，我看你人老珠黄，指不定哪天黎问英就移情别恋了。上官玉，你也是半截入储的年纪了，是时候要给自己置备棺材，找个风水宝地好好安息。嘴还是这么毒啊！三哥，你别说，诸葛静这战斗力真不是盖的，1对2都不落下风，真生猛。那小子是谁？那个男的？哦，那是黑曜院的沐风，黎问心的队友。他凭什么跟他靠得那么近，还笑得那么开心？三哥，
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吃醋？我吃他的醋，怎么可能？没吃醋，你生这么大个气干嘛？哼，懒得理你，我回去训练了。这次挑战赛，我非要把他们全打趴下不可。哎，桑哥，你等等我啊！问音、沐风，我被小组赶出来了，你们能收留我吗？你那么厉害，怎么会被踢出来？是不是因为那个胸肌雄会的组长？是啊，组长现在忙着裹胸呢，说今年都不想再看见我了。其实有什么好害羞的？男孩子大大方方露出来多好。沐风，你露出来只会变成暴露狂。谁想录了？管好你的嘴！上课了，上课了。小静，这节课练习传送魔咒，我们一起练吧。我魔咒课很差的，试试嘛。传送。这不是成功了吗？按理来说应该传送到旁边桌上的，但我施的魔咒东西通常不知道传到哪儿去了。我也来试试传送。失败了。好像没有完全失败，我的袜子不见了。都看我的传送。奇怪，都去哪儿了？桑哥，正上着课呢，你干嘛开始触摸自己？我衣服里怎么会多出一把直尺？不知道啊，太脏了，你从我包里拿条手帕擦擦。哦，桑哥，这热烘烘的袜子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我的。桑哥，别人的袜子更不能偷啊！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包里。跟兄弟说话你还要瞒着吗？一点特殊的收藏爱好而已，人之常情。你记着，有收藏个人衣服的小爱好可以，但绝对不能偷啊！我看诸葛静应该就很愿意满足你的，你主动告诉他你的爱好就好。够了，李辉，你再胡说八道一句，我就把这袜子塞你嘴。桑哥，有这么压抑吗？怎么突然开始吃黑笔了？滚！被我查出来这都是谁干的，我绝对把那孽障千刀万剐。谁在骂我们？肯定是传送失败的东西砸到别人了。看来把东西传走太不可控了，容易误伤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不练了吧？我们反其道而行之，既然传走不行，那就把远处的东西传送到自己面前，或者自己远程操控它移动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好主意。什么鬼东西？别过来啊！救命啊！垃圾桶成精啦！说说吧，你们三个干的好事。把直尺袜子和黑笔传送到桑雨薇身上，对桑同学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。那真的是个意外。那传送3个垃圾桶，满校园追着恐吓实验车呢，也是意外。我们也没想传垃圾桶的，我看你们3个才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垃圾桶里。我觉得我适合红色的有害垃圾桶。那我要绿色的厨余垃圾桶吧。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归我。闭嘴！你们3个马上给我去写检讨，一人3000字，写不完不准回去。是。李问音，我们真的还要练传物魔法吗？我们才刚写完检讨啊。当然要练，这可是个神技。我已经打算把它运用到魔王挑战赛里了。石岩彻，就你这沧海院的废物，连几个垃圾桶都对付不了，还敢霸占魔王挑战赛的挑战者名额，趁早给我让出来！芥末慈，你少瞧不起人，名额是我自己凭本事报上的，凭什么让给你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个弱鸡，今天我就打到你让出名额为止。芥末慈，你少嚣张，你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你昨天找了你那个南宫哥来撑腰，今天他不在，你还想找谁来救你？对付你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就凭你一个连垃圾桶都对付不了的废物，还有那个天天跟你混在一起的斯威兰，你们俩简直是绝配，都是只会躲在别人身后的废物。谁准你这么说他的？哼，还敢跟我顶嘴？芥末慈，给我道歉，给蔚蓝道歉。道歉？我为什么要给废物道歉？即墨慈居然用了即墨家的瞳术操控实验车。李文英，我们快去帮忙吧。别急，看我的点火魔咒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一个沧海院的弱鸡，怎么可能用出这种威力的魔法？谁？石岩彻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我的点火魔咒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威力了？不对，是哪位同学暗中帮忙了？我有自知之明，出来吧。年轻的学子哟，老身乃是这棵梨树之灵，察觉到你的困苦，特意助力你施展了这一把火。梨树之灵？你一个树灵怎么会用火魔法？不怕把自己烧了吗？废话真多，老身就是喜欢研究克制之法，出其不意，不行吗？没错，
吾乃旁边的枫树之灵，刚才砸向那个恶霸的石头就是我扔的。原来是二位树灵前辈，多谢出手相救。年轻人，你受了欺负，为何不去找别人帮忙？难道你在学院里没有朋友吗？我学不会魔法，我不敢和南宫哥说，怕他骂我没用，也不想让斯威林看不起我。我脑子没他好，做事都得他带着我做。他已经可以用魔法保护人了，我还什么都不会，只会拖后腿。我就是个废物。年轻人，你别哭了，万事开头难嘛，慢慢学总会学会的。你还是赶紧去医务室看看吧。我不去，我才不要这副狼狈的样子被别人看见，太丢脸了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我在思考。哦，那你慢慢思考吧。我记得原著里说，石岩彻学不会魔法，是因为体内有封印。年轻人遇到困难隐瞒不说，甚至拒绝别人的帮助，这才是真的蠢。你真以为你的朋友会因为你弱小就嫌弃你吗？他们只会心疼你，就连你钦佩的偶像，如果知道你这样，也会为你担心的。我钦佩的偶像黎文音也会担心我吗？你钦佩的人是黎文音？是啊，他很厉害的，不过你们千万要保密，不能告诉别人我崇拜他，尤其是不能让他知道。好，老身答应你，老身保证，黎文英要是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一定会非常担心你的。树灵前辈，谢谢你们，我这就去医务室治伤，然后回去好好练习魔法，我绝对不能一直当个废物。没想到这小子嘴上那么讨厌你，心里竟然把你当偶像。走吧，等我回去写封信给学生会举报即墨词。轩轩姐还在忙啊，真是辛苦了。黎文音，你是为了即墨词的事来的吗？投诉信已经收到了，人也被关禁闭受罚了。我知道，不过我来找你是为了另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轩轩姐，我想问问，即墨词的那个魔眼有没有什么弱点啊？魔眼畏寒畏强光，如果遇到强冷光刺激，导致魔眼无法睁开，他本人的双眼也会暂时失明。你问这个想做什么？没想做什么，我就是纯粹好奇，随便问问。这个送给你玩。我还担心轩轩姐看出了我的想法，会怪我不知分寸呢。要是其他普通学生，我肯定会拦着你的。但是节墨词，他确实欠教训。今天被送来学生会受罚时，他还在大吵大闹。哼，不服气，那就打到他服气为止。别弄出大乱子就行。去吧。放心吧，轩轩姐，我有分寸。到底是哪个混蛋举报我，害得我被关了一整天的禁闭？等我找出来，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弟弟，为什么要害我？眼睁睁看着我变成这样，哪来的丑东西？滚开！都是你害的我，都是你！滚开！滚开！啊！我的眼睛沐风、冠玉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挑战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怎么一个个垂头丧气的？李文音，挑战赛可能要取消了。取消？为什么？出事了。2年级挑战组的雨兰邪和桑雨薇突然全都昏迷不醒。不仅如此，1年级挑战组的斯薇兰和骆子胜也是一样。薇兰也昏迷了，他们现在人在哪儿？都在学生会医疗部。走，带我过去看看。黎文音，你快来看看斯薇兰，她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叫她都不醒。石岩彻，你先冷静点，上官部长等会儿就过来了。上官部长，云溪，检测一下。收到。上官哥，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是失影症。失影症？曾经有位魔法师会一种特殊的剪影魔法，可以把人的影子剪下一块吃掉，以此来代替食物。影子残缺，本体就会陷入深度昏迷，因此这种魔法病被称为失影症。那要怎么救他？只要用剪影魔法剪一块影子给他补上就可以。谁会剪影魔法？沐风、秦冠玉、石岩彻，你们先出去，李文英留下。可是薇兰她……乖，听上官部长的。上官部长，到底是谁会这个魔法？那位会显影魔法的魔法师，早在190年前就已经死了。190年前？他是一位知名的黑魔法师，名叫七友。难道是天赋在降临？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但是目前并没有统计出哪位废校生拥有七友的天赋。那就直接去废校找。上官部长说，斯薇兰他们的情况是剪影魔法的副作用导致的，那个特殊生应该也不是故意的。可以，那就去一趟。我也要去废校救斯薇兰。很危险的。我不怕危险，哪怕付出生命。好，我付出生命，但是等那家伙醒过来，
记得叫他多给我烧点纸。废校院这么危险吗？怎么会？危险的话，会长就不会让你去了。那他在唬着他玩儿也行，你立个免责声明，表明你是自愿进去的，你的生死再与学生会无关。我石岩彻在此宣誓，我自愿请求学生会给予我许可证，让我进入废校院寻人解救我的朋友，是死是伤与学生会无关。那是什么？摄像机，他在录像，真是缺德。食言者都准备为朋友英勇就义了。上官部长，你在干什么？在录音。上官部长，你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好，我欣赏你的勇气，许可证我批给你了。对不起，会长，他冲得太猛了，我们没能拦住。会长，我听沐风说，你们找到了可以救他们的办法。是，我们要去废校院找一个人。请让我也去，我有很想救的人，拜托给我许可证。恐怕难以如愿，诸葛小姐，学生会的许可证不能随便发放出去。刚才不是挺随便的就发给我和石岩彻了吗？我知道，但我真的很想去，我有必须要救醒的人，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许可证，我都可以，拜托了。倒是的确有一种。什么办法？你加入学生会，就有资格拿许可证了。上官部长，我记得不是只有3年级才能进学生会吗？规矩是死的，学生会需要补充中坚力量。你家会长当年不也是2年级就空降成了代理会长？那他为什么偏偏看上诸葛静了？诸葛家是唯一没有魔法传承的世家，他们唯一传承的就是那远超常人的聪明才智。会长早就盯上他了，也是幸好他今天主动来要许可证了，不然会长估计就要想办法去暗算他那个小暗恋对象，硬把他坑进来了。听着好卑鄙呀！你家会长一直这么卑鄙？我不信，上官部长，你瞎说！悠悠明明一直都是很萌的。李文音，都说让你赶紧找时间来我这儿看看眼睛了。当年重建学生会，除了节墨轩，剩下的大多都是被会长坑蒙拐骗进来。比如呢？比如周密玄，他刚开始对学生会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会长说加入学生会就可以和季墨轩待在一起，才成功把他拉进来的。这个倒是不意外。结果周密玄真进了学生会后，解墨轩和他一个上白班，一个上夜班，时间刚好错开，两人的办公室更是一个在正东，一个在正西，相距10万8千里。这多少有点缺德了。周副会长没有抗议点什么吗？没有啊。周密玄发现从来对他爱答不理的芥墨轩，在他认真做事保护学生时，愿意正眼看他了，他就心甘情愿了。他老是抱怨学生会都是一群饭桶，原来是自己亲手精挑细选的饭桶。那上官部长你呢？你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学生会？他没告诉过你吗？没有。他救过我和允熙，我们很多人或多或少都被他救过。会长，我想了想，我不去了。我相信黎问音一定可以找到救人的办法。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也感谢你对问音的信任。等等，如果尉迟全肯放黎问音去，不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，而是他根本不在乎黎问音的死活呢？问音那么单纯，肯定是被这个腹黑会长给骗了。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去送死。不行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去。这是申请表，欢迎加入学生会，诸葛同学。佑佑好坏哦，要不怎么说卑鄙呢？刚才上官逸是不是在说我坏话？没有，全都是在夸你呢。哼，你不要听上官玉的，他这人很坏。你刚才那样对诸葛静，不怕被他误会成薄情寡义的负心汉啊？只要你心里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就好。打算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，小静和阿彻已经去拿许可证了。再等2分钟。等什么？还有什么要带的吗？我饿。2分钟也不够吃饭啊？要亲亲。是不是只能有2分钟？就2分钟哦。那我等你回来。放心吧。越想越不对劲，我绝对是被那个腹黑会长算计了一把。小静、阿彻，久等了。学生会只帮我们请了3天的假，我们得在3天之内回来。3天之后，不知归来的是凯旋的英杰，还是我一捧无声的灰土？黎问音，请你一定要替我交代思维兰，让他记得给我烧纸，千万不要忘了我。你能不能正常点？你现在唯要做的事就是进去之后别拖我后腿。学弟，这个社交网站上一个名叫伤痕严彻英勇复议版的账号是你吗？喂，你怎么随便乱看别人的账号？还有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根本没加你好友吧？我刚才接入了学生会的内部网站，里面有个叫励志灭绝长腿蘑菇的账号，经常在主页分享，贴出你的朋友圈。上官玉，你个混蛋！走啦，进废校院。奇怪，去年开学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明明还有不少废校生生活在这里的，
怎么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？连一点生活痕迹都没有，会不会是出事了？我们去教室找找吧。有人在吗？阿彻，文英，哎呦，头晕目眩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风刃！啊，李婉音，你打藤蔓怎么割破我的衣服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一个特殊的魔法空间，空间规则被扭曲了。问音，你释放魔法全都转移到了实验册上。那如果反过来呢？如果阿彻主动破坏自己的衣服，会不会反作用于束缚我的藤蔓？很有可能。实验册，快把你的衣服撕开！什么？让我在这里脱衣服？我不干！阿彻，人命关天啊！薇兰还在医疗部躺着等你回去救命呢。为了薇兰，我拼了！哦吼，看不出来啊，阿彻，身材练得不错嘛。确实，线条很清晰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故意在戏耍我？根本没用啊！小静，那你怎么办？刚才你们吊在蹦床上震动的时候，叼着我的小鸟也跟着往下沉了。蹦床和小鸟有联动？对，你们两个在蹦床上用力跳，把频率拉高。阿彻，赶紧蹦起来！真的要往前走吗？你们都不觉得这里很可怕吗？你是没见过更可怕的，比如学生会会长，真是一个阴险的男人。你也没见过更可怕的，比如魔法史，真是一门心机的学科。你们说的这两个到底哪里可怕了？第一关是指刚才那个蹦床吗？我们一人占一个试试。请在1分钟内完成作答，激发并抵达下一个平台。友情提醒：若未按时作答，当前平台将会消失，您将落入滚烫的毒沼泽中哦。喂，我站上来之前怎么不早说？魔法力1075年破例之战的发源地是哪儿？什么鬼？这课本上没写啊！发源地是北方红山镇。北方红山镇。小静，你救了我一条大命！谁来救救我？黑药院食堂金蛋炒饭和美食街黄蛋炒饭有什么区别？这得什么样的吃货才能记住？金蛋炒饭色泽金黄，口感醇香；黄蛋炒饭干燥味辣，蛋焦味美。行，你牛。校规第214条补充说明是什么？不可私自在公共魔草田种植非魔法植物。黎问音，你居然连校规都背得这么清楚？我罚抄过很多遍。没有在夸你。一个半月大的宝宝睡觉哼哼妮妮应该怎么做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奶孩子？婴儿睡眠周期短，哼唧是正常。如果有吸吮动作，就尝试喂奶，然后竖抱拍嗝，顺时针揉腹排气。怎么了？阿彻怎么这么会带孩子？我小时候帮叔叔阿姨照顾小狼和朋友的小宝宝，差不多有7、8年带娃经验了。你们没带过吗？这是常识吧？完全没有。原来这不是每个人必备的技能。我可不想再碰这里的东西了，谁知道又有什么陷阱？放开我！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食盐彻，你讨厌黎问音吗？那还用说？当然讨厌。这一关考验的是诚实，学弟，你别撒谎了。不讨厌，不讨厌，我不讨厌黎问音。早点老师也不至于遭这罪了。诸葛静，你和桑榆卫待在一起的时候在想什么？真的要在这里说吗？好害羞。有什么不好说？大大方方的。想亲亲抱抱。什么？人之常情嘛，理解。什么人之常情？这种话你们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黎问音，你这个也是我的秘密，你们要假装没听见哦。那么我的回答是，这破试炼简直是折磨人。不过总算过关了。就是，恭喜你们通过勇者之心试炼，恭喜你成为利剑勇者，恭喜你成为护盾勇者，恭喜你成为甜心勇者。为什么只有我是这种画风？阿彻，你居然这么快就接受甜心勇者的设定啦？我还以为你会1哭2闹3上吊，缠着我们跟你换呢。既然是系统判定的，我为什么要换？而且某个现在还躺在病床上的家伙，也经常喜欢把我打扮成这样。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斯威兰吗？如果没出意外，这会儿魔王挑战赛都该打完了。他为了这个挑战赛期待了很久，
每天都早起练习，他就是希望能让黎文英在赛场上看到一个全新的他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人救醒他的。挑战赛以后还有机会，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们看，这画上的人像不像我们现在的装扮？壁画记录的应该就是我们刚才经历的勇者试炼，看来以前也有人来过这里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里的东西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？不仅如此，你们想，从刚才扭曲物理规则的峡谷，到莫名其妙的问答房间，再到现在的试炼长廊，这一切都太不符合常理了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我怀疑废校院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魔力空间。魔力空间？对，在外界所有人的认知里，废校院就是破败的代名词，所以我们刚走进来时看到的就是满目疮痍的废墟。但如果我们改变自己的认知呢？改变认知？怎么改变啊？脑子里想一想就行了。试一试就知道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在心中要求把我们送去废校生所在真正校园，结果送来了这里，还是要我们自己找。所以这个校园是其中一个废校生生成的，真正的废校生就藏在这里。没错，那我们赶紧去找吧。干什么的？大爷，我们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来上学的。上学？我看你们是来唱戏的吧？神经病，滚远点儿！10分！诸葛选手动作干脆利落，完美无缺，呈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精彩表演。接下来有请黎问英选手呈现他精彩的演出。精彩绝伦的演出，稍有美中不足，但足以看出黎问英选手光芒万丈，未来可期。唉，还是状态不好。这两个人多少有点神经了，保安大爷还真没放错。石岩彻选手消极怠工，很没有激情啊。需要什么激情啊？我们是在偷渡，不是在搞什么国际演出。居然是金蝴蝶树，好漂亮的树，以前都没见过。这种树因为太美丽，曾招惹了一个有钱人。有钱人不愿和平平共享，故人将它大面积销毁。15年前它就濒临灭绝，现在只能在高级植物园里看到了。可恶！什么有钱人怎么这么坏？家住哪里？我去削了他！学弟不必激动，我只能说那有钱人现状不太好。你怎么这么清楚？你做了什么吗？我瞎猜的。15年前就濒危的树出现在这里有点奇怪啊。话说回来，我们该怎么找到这里的废校生？或许也不是特别难找。小雀儿，我又起晚了，嘿嘿，抱歉让你久等了。假若你再迟到，我就不等你了。我来，我扶着你点。那个贾若就是我们要找的废校生吧？先不管贾若，那个拄拐的少女长得和罂粟院的孔令院长一模一样。金蝴蝶树15年前就濒危了，加上刚才的情景，我猜贾玉是很多年前的废校生，这里是他根据回忆创造的魔力空间。我们约好，入学后一起去罂粟院做魔器，比上6年，比就比，输了别哭。我要去废校院了，你在那里也一定要钻研魔器，这6年见不到，那就毕业后再比，你可别输得太难看。放心，肯定是我赢。可惜在废校院什么都学不到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你当年为什么一声不吭就退学了？我找了你很久。我现在是罂粟院院长，如果你还想学魔器，我可以私下教你。妈妈，这位阿姨是谁呀？是妈妈的朋友。来说孔阿姨好。孔阿姨好，孔阿姨好漂亮，她是做什么的呀？孔阿姨是一位很厉害的魔法师哦。哇，我第一次见到魔法师。如果你当年没有被分到那里，以你的天赋，绝不会输给我。哪里有那么多如果？我已经放弃了，也很满意现在的生活。不要再出现第二个贾若了。从今往后，所有好寮子我都要亲自护着。如果没有猜错，这里应该是贾若阿姨当年留下来的执念所形成的废校院。金蝴蝶树、林荫路，还有那些挂件，她把这里打造得非常细致。你们说她是喜欢这里的吗？怎么可能会喜欢？虚假的天空，虚假的伙伴，一切都是编织出来自我安慰的梦幻泡影。你们没有感受到吗？贾若很愤怒，她一直都在愤怒。感受到是李稳银，你要做什么？如果给予我们的这些装备有用，我认为就是用在这里。李稳银，你都干了什么？你发现我了？你讨厌这里，我帮你毁了这里。那太好了，感谢你们让我解脱了。住这个破烂的废校院好死。这都混乱成什么样了？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有谁能解释一下现在什么情况吗？前辈，我们现在在空间太大，该怎么进入别人的废校院呢？这里只会为废校生诞生废校院，你们来到的地方要么是公共区域，要么就已经是别人的废校院了。想去下一个废校院，要么领主答应放行，要么就像这样毁掉。
难怪壁画上3个人一路都在打怪，原来是挨个把废校院给毁掉。唉，我是一个不喜欢以暴制暴、一心和平的善良女子啊，好为难我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刚刚把这个小世界直接劈碎了。那是因为这里本来就不该存在。前辈，废校院这个巨大且复杂的魔力空间是谁做出来的？是校长。总有一天，我劈碎的不会仅仅是一个小世界，而是整个废校院。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去找到我的本体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。好，我问过校方，如果我的分配结果不是无，我的4大学院占比是多少？结果是99%的罂粟院。孔灵，我没想失约，其实我一直都在生气。如果他能正常入学，现在一定是一位很厉害的魔气大师。校方这种荒谬的分配规则，就是在毁人一生。不服校方的规则，只有学生会有能力叫板改变它，是吧？那我有点愿意待在学生会了。走吧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。黎文音、诸葛静，你们看这里，我怎么感觉这里好像不是新的小世界啊？这里确实不是小世界，是废校院的公共区域，像是一座宫殿。这里恐怕就是壁画中描绘的曾经放有珍宝的宫殿。我们居然找到这里了，那这里肯定隐藏了许多秘密，我们分头找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。石岩彻，你以为在拍电视吗？随便摸摸就能触发机？看吧，真被我触发了。我们这样伪装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不会，这是有必要的。我们几个还要洗白转正，这个时候来废校院当土匪，当然要颠覆形象潜入，以免被认出来呀。不过亲爱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你呢，好可爱。壁画上的那3个人，原来就是会长、周副会和杰莫副会。拿弓箭的会长，拿斧头的杰莫副会，拿锁链的周副会，他们当年到底在这里干了什么？完全颠覆认知。雕像后面有东西在动。别踩我的影子！求求你们别踩我的影子！影子，他就是那个会剪影魔法的废校生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饿了。姐姐哥哥别杀我！我们不杀你，只要你跟我们出去，把影子还给他们。我不听，你们都是来抓我的，我不要死！你做什么？喂，这什么鬼机关？试炼机关已启动，接下来将自动为您分配对手。3位挑战成功，即可取走宝藏房中的珍宝。为什么我要和学生会副会长打呀？没退路了，只能打赢才能出去。哥哥别杀我！想怎么赢？诚实告诉我。我决定用点缺德的下三滥招数攻击你的下路。怎么刚开口就是骗我？你拿着剑的手可是一直在用力呢。哥哥，你看，我把武器都扔了，能不能大发善心，别杀我？先假意献媚，令他掉以轻心，趁他不备就一击致命。你喊得这么亲热，心里却好冷漠。哥哥，你实在不愿意放过我，我们光明正大的比，别用读心术了，好不好？我是光明正当的使用读心术。我还小，你不能杀我。可是我比你更小哦，姐姐。那你都叫我姐姐了，快把我放开，姐姐要被你勒死了。为什么你一边在心疼我，一边要杀了我？如果我没躲开，就被你捅穿了。悠悠，姐姐啊，你想不想听听我那负心丈夫背叛我出走的那个雨夜？什么雨夜？萱萱，他在胡诌，别信。用得着你担心，专心你自己的。那你一定要好好找那人算账。其实我刚刚都是胡编乱造的，听得出来。不想打，直接跟我说就行。是啊，我们在这里打什么呢？宫殿用楼龙将我们围起来，自相残杀。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这座宫殿，不对吗？
你有最利的斧，我有最后的盾，我们合作共赢，打破这里的规则。如果你是真人就好了，我还挺欣赏你的。为什么不是直接消散，而是会流血？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大哥，我真的是活人，你先别急着做掉我。不行，哥，你不能杀我，你杀我，芥末轩会生气的。你认识轩轩？当然认识，实不相瞒，我是从2年后穿越回来的。哦，那你说，2年后我和轩轩宝如何了？这能说吗？说他很遭芥末轩嫌弃，不行，得编。你们关系匪浅，相伴左右，不分昼夜，形影不离。芥末轩对你很特殊。等等，弓在他手上，那剑呢？真是要死了！会长，您老快活成忘妻石了。他都去了3天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是废校院很危险吗？我曾经探过，并没有什么能称得上是劲敌的存在。会不会是有什么潜在的麻烦？能是什么麻烦？办得住他？你也会流血？我都说了，我也是从2年后穿越回来的。时空魔法必定会残留短时间难以消除的黑魔气。宝宝，你看起来不是哦。哟，这么懂，有研究的吗？实不相瞒，我对时空魔法挺感兴趣的，曾经详细研究过。遥控魔法，你应用的不错。星空魔法，悠悠教过的，就是一个花里胡哨的魔法，他用在这里想干嘛？星空魔法我也会的，你别乱来啊！你叫李稳音，这星空魔法是我独创的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漫天飘散的星锤中藏着可以用星象破解的文字，你施展的这个星空魔法里也藏着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尉迟泉喜欢李稳音。我是不是特别喜欢你？你能不能直白点说啊？弄这些花里胡哨的天文星象，我根本看不明白的。心思怎么这么难琢磨？他居然真的才发现暗语，陌生的同学，陌生的世界。他是在某个废院小世界里和那里的尉迟泉 NPC 相爱了吗？都是尉迟泉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好羡慕啊！怎么突然伤心了？是因为我才知道星魔魔法的暗语吗？别伪装了，我识破你的奸计了！你怎么不躲？你怎么不刺进来？不打了，我觉得小金他们说的对，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这座宫殿的牢笼，我们合力试试打破它。好啊，我听你的。你怎么突然变得好奇怪？他平时是怎么爱你的？你教教我，我学学。姐姐，你别过来，这把剑很厉害的，我们保持距离商量怎么破牢笼。你对他也是这样拿剑指着的吗？他好看还是我好看？什么他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哥哥好还是弟弟好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你是这个魔力空间产生的投影，我才是真正的活人。哦，那究竟是他好看还是我好看？你们本质上就是一个人啊，2年前的头一样，怎么比？也不是完全相同吧。听你喊哥哥，他比我大，我要更年轻。更喜欢哥哥还是更喜欢弟弟？更喜欢妈妈。他平时是怎么喊你的？会抱你，会亲你吗？能不能教教我？别老喊他了，你和他就是一个人，听着太奇怪了。哦，好，那你把我当做他，你对他是怎么哄，怎么喜欢的，能不能也对我做？果然，魔力空间不会让投影伤害自己。芥末轩的攻击无效，这就是他是 NPC 的最有力证据。你的盾可以用来攻击吗？我试试。其实我才是假的，对吧？你这身橡木校服是改良版，不是现在的款式。说说吧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其实，并非是我们从2年后穿越回来，而是你们被困在2年前了。难怪我拿这个魔力空间没办法。我相信你，快去救人吧。他怎么突然自我了断了？诸葛静，你赢了。我没赢，是即墨副会赢了。你没事吧？有事啊。学弟，你歇歇吧，这护盾给你坐着。现在就差黎问音了，怎么提醒他？好像从刚才起，他的赛场就听不见外界的声音了。这是什么？显而易见，耳夹。哼，
哦，是那个人送你的通讯器吧？在你面前，我都不能提他了。什么那个人？你再不听话，我现在就把他召唤过来收拾你。既然你一开始就能用通讯器，为什么要和我打呢？他很忙的，不到万一我不太想把他叫来。那他真是挺大方的。一点都不大方，小肚鸡肠，心胸狭窄，莫名其妙，和你现在这个死样子一模一样。那快别喜欢他了，喜欢我，我大方。不同年龄段都要互相吃醋，这家伙怎么这么烦人？你干什么？文英，我是不是虚假的？我说过了，你是投影。那你是不是杀掉我就可以出去了？应该是，但我现在不准备这么做。等魔力恢复，我可以直接破除浮光屏障。屏障消失，我应该也会消失，反正都是消失，直接杀我更快吧。你不是露出很委屈的表情了吗？你那时那么委屈伤心，我不爱看你那样。虽然都是消失，但把你杀掉和屏障破除后你自然消失，感觉很不一样的。能选后者最好，当然前提是你乖乖的，别阻止我了。我是投影，投影是虚假的，但这心口翻涌的陌生情愫也是虚假的吗？你怎么还在？我应该不在吗？对啊，屏障都碎了。会长，他怎么还在？不应该啊。按理说会随着赛场消失，投影也该消失。问音，你能联系到外面的会长吗？音，佑佑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办公室呢？怎么了？没事，随便问问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快了，差个收尾。姐姐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做什么？谁？没谁。嘘，你别出声。让谁别出声呢？音，你身边有谁？没谁，是你。一时半会解释不清楚，回去再说。默默宝宝，亲爱的，再见，先挂了。挂。我靠，会长直接传送进来了。后院起火，黎文英好惨啊！真有意思。我有一个猜测，这个短发会长的投影不是魔力空间创造的，那是怎么来的？他更像是废校院的主人。你没发现，只有这个所谓的公共区域，我们找不到对应的废校生主人吗？可是壁画上有他们3个人啊！这就是关键。如果这里是校长创造的，他会把废校院的秘密当宝藏放在这儿吗？根本不会。所以这里根本不是公共区域，这里就是尉迟泉当年创造的废校院。这个短发投影是尉迟泉留在废校院的执念或分身。那岂不是意味着会长其实是废校生？等会儿，二位，先别急着把我撕成2半。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，尉迟泉是废校是个什么情况？音，我本来想等你回去后再告诉你的。姐姐，你应该知道废校生的本质是什么吧？魔力黑洞，无限的黑魔力。我是半个废校生，这个家伙是我当留下来管理和监视废校院内部用的分身，不过现在看来有点多余，该消失了。姐姐哥哥一直这么凶吗？你们都是我的翅膀啊！是我害姐姐苦恼了，抱歉，我一切听姐姐的就好。怎么会抱歉呢？小淘气，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。终究是年轻的好，对吗？音，没关系，我都理解的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当然是你最好，本来一个就够难哄了，还分裂成2个，双倍的难哄。嘴上说着会乖乖的，指不定要对我做出什么来。心里原来是这样想的。这小混蛋连读心魔法都没解除。你们看，宝藏房门打开了。去带显影魔法师，别让他跑了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黎文英和会长呢？在踏进这里的那一刻，消失了。别来无恙啊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怎么如此害怕？我记得上次我们分别前还是相谈甚欢的。请您回答一下我的问题。我送你回正确的时空，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代价就是我分出了一点灵魂附在你身上，跟着你一起来到了你的时空。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好奇。萧前辈既然早就来了，是因何选择在此时现身？我也很意外，我本没打算现身，一直以灵体状态在你附近，除了某个脸臭的小孩曾有一瞬察觉到了我。脸臭的小孩南宫直，原来他之前察觉到的不是黑魔气，是我周围萧雨的灵魂碎片。后世那些白魔法猪在史书上骂我骂得好厉害。哦对，你的魔法史书怎么都是新的，像是从未翻阅过。虽然这几百年白魔法猪们毫无建树，但小说行业发展的不错。对于我的出现，你不应该感到惊喜吗？惊喜？小说里主角们不是最喜欢这种情况了吗？捡到我这种超强的随身老奶奶。萧前辈，您是意外在此现了身，那么此处是有什么特殊之处？尉迟家的孩子。是的。有缘，
我与你的祖先关系匪浅，也算有些情谊。家中祖辈能与您结识，是我的荣幸。挺有缘的。在我预测的未来里，正是你的祖奶奶提供方法，帮助我儿子杀了我。这里的确很特殊，以一个陈年的魔法阵为核心座椅，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魔力空间，还很熟悉，熟悉到让我产生了共鸣，意外现了身。熟悉到这个核心魔法阵好像完全是我的手笔。